10种超耐寒的蔬菜，白菜只能垫底，羽衣甘蓝在霜冻后反而更甜。第一种是冬日里的维生素来源。当气温跌破0度，普通蔬菜冻成冰棍时，它们体内的隐藏机制被激活，淀粉转化为糖分，不仅冻不死，口感反而变得比夏天还要脆甜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超耐寒的蔬菜，来一场冬日里的绿色生命补给。第10名，大白菜，是我们最熟悉的冬储当家菜，耐寒指数零下5摄氏度左右。虽然它是冬天的象征，但在今天的榜单里，它只能垫底。因为大白菜其实比较娇气，一旦气温过低，它外层的叶子就会冻烂。我们冬天吃它，更多是靠收割后的储存，而不是让它在雪地里继续生长。它是防御型选手。第9名，越冬菠菜，是大力水手的能量源，耐寒指数零下10摄氏度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冬天的菠菜根部特别红，叶子特别厚，吃起来甜丝丝的？这就是低温的功劳。那红色的根部富含铁和锰，在冰雪覆盖下，它会停止生长，进入休眠。但只要阳光一出来，它立刻就能恢复生机。第8名，胡萝卜，即使地面冰封，埋在土里的它也能抵御零下15摄氏度的低温。它是糖化反应的典型代表。很多人不喜欢夏天胡萝卜的土腥味和肥皂味，但我强烈建议你尝尝冬天的胡萝卜。在寒冷的土里冻一冬，它的淀粉几乎全变成了糖，土腥味消失，口感像水果一样脆甜。这就是为什么国外流行雪藏胡萝卜。第7名，豹子甘蓝，耐寒指数零下10摄氏度甚至更低。如果你觉得豹子甘蓝苦，那一定是你在夏天吃的。这是一种必须经历霜冻才好吃的蔬菜，霜冻会分解它的苦味物质，激发出坚果般的香气和甜味。它是冬日餐桌上最高级的配菜之一。第6名，欧洲防风草，长得像白色的胡萝卜，在国内比较少见，但在欧洲是过冬神器。耐寒指数零下20摄氏度，它是根茎类蔬菜中的耐寒之王。如果不经历霜冻，它的味道平平无奇，但只要冻过，它会变得像栗子和红薯一样甜糯。在土豆普及之前，它曾是欧洲人的主要淀粉来源。第5名，大葱，耐寒指数零下15摄氏度。不同于洋葱怕冻，大葱和韭葱天生喜欢寒冷，即使地面部分冻硬了，只要根部还在土里，它就活着。冬天的葱，辛辣味会减少，甜味和脆度会大幅提升，是炖肉、包饺子的灵魂。第4名，野莴苣，是一种你可能没听说过，但生命力极强的微型蔬菜，耐寒指数零下20摄氏度。它的叶子很小，像汤匙一样。它是极少数在冰天雪地里依然能缓慢生长的绿叶菜。当其他蔬菜都冻死时，它依然保持着嫩绿。它的口感极其柔软，带有淡淡的坚果香，是冬日新鲜沙拉的救星。第3名，羽衣甘蓝，耐寒指数零下15摄氏度至零下20摄氏度。夏天的羽衣甘蓝纤维粗，口感苦，吃起来像嚼蜡。但一场霜降之后，奇迹发生了，它的细胞壁变软，糖分飙升，吃起来变得脆嫩甘甜。在被大雪覆盖的菜园里，它像一棵棵倔强的小树，随时为你提供新鲜的叶绿素。第2名，乌他菜，这是一朵长在雪地里的墨绿色莲花，是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的冬季特产。耐寒指数零下20摄氏度，毫无压力。为了在寒风中生存，它的叶子会在地面上生长，像一个趴着的罗盘，以此来保温。因为叶绿素极度浓缩，颜色深得发黑，所以叫乌他菜。它被誉为维生素 C 的宝库，经过霜打后，口感软糯鲜香，是冬日火锅和清炒的绝配，被称为雪下亲。第1名，冬寒菜，也叫葵菜。在没有大棚的古代，冬天想吃一口绿叶菜难如登天，而冬寒菜正如其名，越冷越斩。它能在零下的环境中保持叶片的柔嫩。与其他耐寒蔬菜如羽衣甘蓝偏硬的口感不同，冬寒菜富含植物粘液，类似秋葵，煮熟后口感极其滑嫩软糯，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。它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 含量极高，是古人餐桌上的百菜之主，更是那时候冬日里最珍贵的绿色营养库。养它更是拥有野草般的生命力，随便撒把种子它就能活，不怕冻，不生虫。在万物凋零的隆冬，煮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冬寒菜豆腐汤，就是大自然给予我们最温暖的拥抱。好了，
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让你对冬天吃什么蔬菜有了全新的灵感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、热爱生活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